第7课，如何辨识自己正在被情绪勒索。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当朋友对你说，如果你不帮我，那你根本不是朋友。你明明不想帮，却不敢拒绝。当家人说，我这辈子为你牺牲这么多，你现在却这样对我。你内心充满愧疚，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不孝。当伴侣冷着脸说，算了，随便你，反正你从来没把我放在心上。你焦急地想解释，拼命讨好对方，只希望气氛能赶快恢复平静。这些对话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？如果有，那么你可能正深陷情绪勒索的无形陷阱。情绪勒索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不一定是直接的威胁，而是透过让你内疚、害怕、愧疚、焦虑来达成操控目的。当你意识到时，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模式，甚至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？今天这一刻，我们要学会辨识情绪勒索的迹象，了解自己的内在反应，提升自我觉察力，勇敢面对勒索行为，让自己不再被绑架。1. 你的身体与情绪正在告诉你什么？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被情绪勒索时，身体其实已经先发出警讯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。来看看以下这个场景。艾琳是一位上班族，这个周末，她终于有个难得的假期，计划要睡到自然醒，然后悠闲地看书、追剧，让自己好好放松。然而周六一大早，她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妈妈语气哀怨，艾琳啊，你今天有空吗？艾琳心头一紧，怎么啦？妈妈，我这几天腰有点不舒服，家里也乱得不得了，你能不能回来帮忙打扫一下？艾琳犹豫了一下，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回家，肯定会从扫地、擦窗户、买菜、煮饭，一路做到晚上，自己的休息时间就泡汤了。艾琳，可是我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。妈妈叹气，没关系啦，我一个人慢慢来吧。虽然腰真的很痛，动一下就好像被刀割一样，不过妈妈一个人在家也习惯了，你有自己的生活嘛。这时候艾琳开始感到一股难以形容的压力，她的身体出现了以下反应：胸口闷闷的，好像有一块石头压着，脑袋开始混乱，内心纠结，我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情绪变得焦虑，甚至有点愧疚。最后无法忍受这种压力，于是妥协。好啦，我等一下就回去。解析：艾琳的身体和情绪已经发出警讯，告诉她这个要求让她感到不舒服，但由于长期受到孝顺与责任感的影响，她选择忽略自己的需求，屈服于情绪勒索。关键提醒：你的身体反应往往比大脑更诚实。当你感到压力、内疚、焦虑、紧张时，
很可能是因为你正在被情绪勒索。2、常见的内在反应，是不是我的错？被情绪勒索后，我们最常有的内在反应就是自我怀疑，觉得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，例如，是不是我真的太冷漠？是不是我应该多体贴对方一点？如果我拒绝，对方会不会很伤心？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，所以对方才会这样啊？这种自我质疑的反应，其实来自于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尤其是童年时期形成的心理模式。志明是一家公司的职员，某天他的主管突然对他说，志明，这份报告本来应该是小张负责的，但他最近家里有事，压力很大，能不能麻烦你帮他完成？志明，可是这本来不是我的工作范围。主管皱眉，我本来也是不想麻烦你呢，让你看看小张最近多可怜，他老婆刚生完孩子，晚上都没睡好。你不是一直很乐于助人吗？志明心里一震，他很想拒绝，但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念头，如果我拒绝，是不是代表我很冷漠？于是他选择接下这份额外的工作，自己加班到凌晨3点，而主管和小张则安然入睡。关键提醒，当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，很可能是因为你正在被情绪勒索。3、提升自我觉察力，勇敢面对勒索行为。情绪勒索之所以有效，关键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不确定，害怕拒绝，害怕失去关系。要打破这个模式，首先我们需要提升自我觉察力，认清哪些行为是健康的，哪些是操控性的。下一次当你感觉自己可能被勒索时，试着这样做。1、暂停5秒，问问自己，这是我愿意做的，还是被逼的？2、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，焦虑、胸闷、紧张、内疚，这是红色警讯。3、辨识话术，看看对方是否在利用你的内疚感来施压。4、练习说，我需要想一下，给自己时间思考，不要立刻答应。5、提醒自己，拒绝一件事不代表我不在乎对方。结语，你有权利说不。情绪勒索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让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内疚与责任感的漩涡，让我们忽略自己的感受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但请记住，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界限。下一次，当你发现自己又因内疚感而妥协时，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的责任吗？当你开始聆听自己的感受，你就会发现不再被情绪勒索的自由，从觉察的那一刻开始。